他一时不知道是该生气江蜜怀疑自己有外事，还是该高兴，这样他都没怀疑自己不举。上次你来癸水疼晕过去的时候，傅姨说你身子弱，从小身体没养好，有些亏空，再加上纵欲过多，让你气血两亏。他要我禁欲1月不能碰你，他好为你调理身子。你先前本就不太愿意与我同房，我怕你知道此事更加不情愿，便没告诉你，没有外事，也没有私生子。还有没有其他要问的了？我刚才去拉你裤腰，像你那个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和董月华一样是不要脸之人啊？我说你是不是让那些迂腐的规矩给教傻了？七情六欲是个人都有，饿了要吃，困了要睡，思春动情就和人吃喝拉撒一样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再者，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同我求欢是天经地义，那姓董的与我毫无瓜葛，想来爬床才是自甘下贱。我说你一天天的脑子里在想什么？他从小看那些婶娘伯娘斗小妾掐通房，个个都是叫他们跪在地上用言语羞辱。他出阁前甚至没有长辈教过他房中之事，都是谢之让主导完成洞房礼的，故而在他潜意识里，女子主动向丈夫要求同房，都是以色示人的妾室通房才会做的事，嫡妻是不能做的。所以先前即便他尝到欢愉的滋味，也不太敢表现出来。可现在谢之让却告诉他不是这样的，实在颠覆他多年以来的认知。但他觉得谢之让是对的。对不起嘛，夫君，你是不是很不舒服呀？那要不要让魏明进来点香啊？不用，这个月的用完了。谢之让做事惯来周全，那香若是他自己找人配的，他不会让自己遇上这种要用香却没有的情况。是旁人给他的？难道是有人想借他的头疾控制他？江蜜有心想问，却见谢之让闭着眼睛忍痛，又默默把话咽了回去。其实他困了却不能睡觉的时候不是最难受的，让他最难受的是万籁俱寂时从他心底涌上来的那些嗜杀的欲望。一双温软的手轻轻抚上他的脑袋，那些无法宣泄的疼痛似乎找到一个出口，真的舒缓了些。说话随便说点什么。云外青山袅袅，钟儿轻轻摇，春溪蒲草钻心头，挠啊挠。长安归途遥遥，飞鸟燕寥寥。年少心事无处逃，是谁将一朝碧涛，牵挂成小调，在暮色途经过。这是他娘亲小时候哄他睡觉时唱的。在这片安宁之中，他渐渐入眠。他怎么明知没香了还不睡觉来哄他呢？每当思念冰如桥，仿佛是夜雨潇潇，敲在岁月的窗角。你这么久不来，娘还以为那谢家拘着你，不让你出来见我呢，怎都这般瘦了？你是男嗣，他们都这般苛待你，我真不知道你妹妹在谢家过的是什么日子。谢淼其实很久没见他了。母亲想要我做什么？你的字是你爹爹亲自教的，你模仿你爹爹的字写一封信，就写你爹爹临死前说，如果我生下的是女儿，便叫我做主他的婚事，你再盖上你爹爹的私印，交给我，我便能带着你妹妹离开谢家这片苦海。那我呢？我也想和母亲在一起的。你是谢家男嗣，我没办法呀。母亲，您当年和我说是谢之让杀了我爹爹，母亲缘何以为是他杀了爹爹？你爹爹死了，他才好做这个世子袭爵。从前他深信不疑，可是江蜜那日那番话让他动摇了。和你三婶一样傻。你知不知道不能在小孩子面前说他笨的，他会当真的。咱们阿婉才不傻呢，咱们阿婉是这个世上最聪明的小孩，三婶也不傻，你三叔叔一天到晚净胡说。谢淼忽然觉得他们三个才是一家人，而他，阿淼，你愣着做什么呀？快来快来！出门见谁去了？
你监视我。就你？我什么？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你们两个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阿淼，你三叔叔是说锦衣卫的眼线遍布全城，他不需要刻意监视你，只是最近他让人盯着黄家，便多问你一嘴。黄家在你三叔手上犯了案子，他是怕你不知实情才出言提醒你的。他只是说话不好听，心也是好的，怎就和仇人似的呢？他们究竟是不是骗我的，我心里自有判断。你关心他便关心他，故意说那些不好听的做什么？没得一腔好心，还被人不理解。谁关心他？阿淼总是说你杀了他爹爹，夫君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年大哥意外去世，人事一时无法接受，便一心认定是我杀了大哥，找个人恨着，估计才能活下去吧。那时候真该一刀杀了了事。他不过是想找个能发泄情绪的对象，却叫阿淼一辈子都活在仇恨里。见天就去哄别人，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啊？我哪里没有哄你啊？我每天都哄你，我把夫君放在心尖尖上，哄你哄得嘴巴都要干了。乖乖，可还觉得口干？我不在外人面前去哄你，不过是不好当着他们的面说那些话罢了。你本来就头疼不舒服，一发怒岂不是更难受？见你睡不着觉，我可心疼呢。别扭，惹我一身火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好像来癸水了。乖乖，这苦日子可总算是熬出头了。少夫人，您快去戒律堂劝劝世子吧，您再不去，淼哥当真要被世子给打死了。她是当家主母，府上任何事都要叫她知晓。今日戒律堂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却一点消息也没透到军景轩，想来是谢之让下了死命令，不许人告诉他。谁把少夫人叫过来的？我腻歪了。夫君怎么生那么大一通气啊？孩子做错了事，该罚该打，也该叫他知道错在何处，对不对？不疼？有一点疼，夫君陪着我坐着可好？拿个银囊来。是李儿的私印，淼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原来那日他见完任如萱，回来见到江密和谢之让待谢婉那般模样，心中已然生出拒绝之意。可是任如萱说出一个惊天秘密，母亲说婉儿不会说话，是因为你对她不轨。夫君身正不怕影子歪，阿淼，你方才所言可有证据？妹妹回谢家那年，你带她在你院子里待了3日，你做了什么？晚点回来的时候，韶光院乱得很，便叫让哥带在身边待几日。曾祖母这是要包庇谢之让了。他刚回来，把我当成大哥了。什么？我说他把我当成他爹了。我如何信你？阿淼，你想，你三叔是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，怎会去做这种事？你看阿婉对你三叔如何，你也该知道此事不是真的。我非是要说你母亲坏话，倘若她真是为阿婉考虑，心疼阿婉，如何能为阿婉寻这样一门亲事？你知晓那黄聪是何人吗？平日里欺男霸女，和你一般大的年纪，家里已经给他安排了好几个通房，这样的人家如何能让你妹妹嫁过去？他不是这样说的。他不这般说，你如何能为他偷拿你爹爹的私印呢？他叫你拿你爹爹的私印，究竟是要做什么？我模仿爹爹的字迹写了这封信，他说我盖的印颜色过于鲜艳，要我拿爹爹的私印给他，他好将这信伪造得更真一些。黄伯山当年寻曹，贪没朝廷拨下去的救济粮，他要用你爹的私印，把这桩事儿牵扯到你爹头上。谢淼，你的破事儿我不想管，自去祠堂跪着。府医让你少操劳，打的又不是你儿子，傻颠颠的过来干什么？你今日下了朝就直接去北镇赴司，肯定没时间睡觉歇一会儿。我怕你太生气了，头疼嘛。我按着你先前用过的那香估摸着调了一下，但有一味香料我始终闻不出来。回去我叫福东点上，
看看会不会有一点止疼的效果。其实谢之让早就寻了好几位调香师傅闻过配方，有一位师傅也是只有一味香料闻不出来，他按着残缺的配方配过香丸，用处并不大。只是谢之让看江蜜一脸认真，便没告诉他。江蜜小日子一结束，便去拜访姚丁香。姐姐这气色，瞧着可是好了许多。韩赞都和我解释清楚了，姐姐和韩大人夫妻恩爱，那便是极好。谢指挥使跟着我作甚？去你家呀。不知韩某所犯何事，值得指挥使大人亲自上门。我家娘子今日去你府上玩，我去接她。指挥使大人自乘车去我府上接人便是。韩某家中清贫，一直都是走路归家，不敢耽误了谢指挥使。无妨，正好同韩师讲溜达溜达。哎，韩师讲稍等，我买点东西。这簪子不错，韩师讲不给自家娘子挑一只？不用了。韩师讲可真不会疼娘子，看来韩夫人来找我家娘子哭诉不是没道理的。可惜了韩夫人一片真心呐。谢大人，我同内子之事不劳您操心，您还是将手底下那些为非作歹之人约束约束吧。月盈则亏，您呐还是收敛些吧。夫君，你又贪凉，一会儿就热了。起风了，凉。韩师讲，起南风了，记得收衣裳啊，不然一下雨，这干干净净的衣裳可就要脏了。谢指挥使慢走。夫君，你方才说的南风、下雨、衣裳都是什么意思呀？知道那黄柏山背后仰仗的是谁吗？曾方海。夫君怎么想起送我发簪啦？乖乖今日用的口脂是梅花味的，我和韩师讲溜达的时候，正巧看见这只梅花簪，顺手便买了。夫君真好。上香。那年渔火落花上，惊醒酒一关似梦，吹白留下初相逢，望至白头翁。阿赞，起风了，你帮我关下窗。明明起的是北风，谢之让却说是南风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谢之让这狗贼竟敢摆他一道！你和那位世子夫人可远着些吧，他家夫君的心眼多得很，借着他夫人的名头，故意跟我在外头溜了这么一圈，现下只怕曾大人以为我和那狗贼有什么交情了。那曾大人有什么好？有给自己学生塞小妾的老师吗？其实他也不喜欢曾方海的做派，可他到底是自己在翰林院的授业恩师，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撇开的？阿姐不生气了好不好？阿姐。自别后遥遥雨无期，南窗暴雨，洒日比几些，长灯向天际。那头曾方海找上韩赞，这头太子妃也寻上了江蜜，让里面的人放机灵点。是大人。瞧你神色郁结，谢家人给你脸色看了？倒也没有。你可知清溪郡主？臣妇知道，她是婆母的闺中密友。你夫君这些日子正在查一桩案子，和清溪郡主的夫婿礼部侍郎曾大人有关。若你能悄悄知会你婆母，她自然不会再为难你。那要是夫君知道了，他们母子二人争吵起来，哪里能顾得上你？若你做得好，兴许还能做朵解语花，让他更加满意你呢。臣妇愚蠢，不及您万分之一。若非您指点，只怕是白白着急，却没有半点头绪。可是宁安侯府的世子夫人。是。
这谢三吃的也太素了些。可有不让人怀孕还不伤身的法子？避孕之物多寒凉，与女体总是有碍。不过世子若是为少夫人准备，依老夫看倒是不必。怎么回事？老夫之前替少夫人诊脉，便察觉少夫人恐有不孕之症，当时以为是少夫人身子不好，导致脉象有误，老夫便没说。今日去请平安脉，发现这脉象平稳了些，但与子嗣之事还是艰难。你同他说了没有？尚未。少夫人今日问我如何有利于受孕，我见她满心期许，一时不忍告知，唯恐少夫人郁结于心，更不利于受孕。这事你谁都别说，把她的脉案锁好，别让人瞧见了。若是老夫人、大夫人问起孩子的事，你就说少夫人身子无碍，这是缘分未到。至于调理的汤药，接着替她调养吧，以她身子为重。老夫知晓了。世子啊，您近几日的脉象有些许沉色迟疑，其中左寸尤为明显。世子可是头疾又犯了？此事无碍。他对孩子一事暂时没什么想法，有也好，没有也罢，他不强求。但他知道江蜜一直想要一个孩子，以期能在这府上彻底站稳脚跟。孩子能给予他的安全感，他暂时还给不了，或者说是江蜜没办法真的敞开心扉，全然相信他。回到军景轩，见到靠在小榻上边看书边等他的江蜜，谢之让将那些烦恼之事尽数抛到脑后。夫君，你回来啦。胃口不错，继续保持。今日太子妃找我，想让我挑拨你们母子关系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清溪郡主和母亲确实是好友，倘他心里不痛快，你打算如何呢？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乖乖，可不能再往下了。乖乖，一月未见，甚是想念。在天边一幕晚霞，问你壶清茶，那故事回忆当作何？一爱人烛火又成年，有因凝如凝见身边，一声声高路长，不过只为寻一方言歌，点亮那回忆的角落，一阵风雨飘过。出来。你现在羞什么？早先让你轻声些，你偏要叫，听都被听见了，还怕什么？还不是怪你，这哪里是他能忍住的？怪我什么？怪我让你太舒服？这厮就该做个小哑巴，多余长他一张嘴。去找下一段情话，枯枝出新芽。三儿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！以前出买差，你都让陈信去的。江南路远，这一路山高水长，你
怎么舍得让我去呀，三儿啊？既然不想去江南出外差，那就到醉江南唱戏去吧。去关馆唱戏，他后边的清白还要不要了？我好不容易和石姑娘的关系亲近了些，你派我去江南溜达一圈，我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陈信，我信不过。陈信和他俩不同，他的职位是世袭的。陈信父亲乃上一任锦衣卫指挥使，若非当年陛下钦定谢之让为新任指挥使，这陈信恐怕就不只是一个指挥同知了。那你帮我照顾石姑娘一二，她那么漂亮，一个人摆摊总招人欺负。上次那个豆花西施啊，出息！谢三儿，有本事你就撇下你家小娘子一个人去江南待上2月去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和你怎么能一样？那石氏能不能当你娘子还两说呢。其实他心里知道，石松兰出身卑微，他屈怀英再是家中不受宠的庶子，那也是出自定国公府，他想娶她难于上青天。唉，行了，我找人帮你看护她。至于你，江南的差事若是给我办砸了，也别回来了，摸脖子跳江去吧。是，一定完成任务。大人，陈同知求见。进。大人，表下办事不力，没有找到禅溪真人，还请大人责罚。差事办不好当然要罚，难道还要为你破例不成？无妨，禅溪真人云游四海，踪迹不定，找不到便罢了。谢大人宽恕。大理寺那边最近有桩案子，和工部有关，你过去盯紧点。是。江密最近在巡庄，四方庄。这四方庄以前是培养护卫的地方，这种事一直是淮阴侯府那一家在管。后来他们背叛谢家，连带着把那些人都带走了，这地是谢家的。那银钱呢？怎的三婶每年年关都拨点银子过去？有想跟着他们走的，自然也有不肯去的。四方庄这位置淮阴侯府知道，我便另外寻了一处地方用来培养护卫。有些教习武功的老师傅年纪大了也不肯走，就放在四方庄那处养着了。怎么，你明日要去？那地方死人多得很，你可记得早点回，当心被鬼抓走。我才不怕呢，有夫君在，百鬼不侵，夫君会去接我的，对不对？哼，想得倒挺美，要我去接，自己没长腿。如月庭前，渔火照晴川不眠。东西千万星光，将四空装填。马面惊心隔一年，战马西风迎夕年。烟花银墨与君醉三千。小谢尔山离京城有些距离，江密天没亮便让人套了马车出城，行至山下，江密思虑片刻，让车夫拐弯往山下的村子里去了。少夫人，小夫人家里也没钱买茶叶，这水是小杏儿山上的清泉水，甜的嘞，您尝尝。我记得那山上有处庄子，不知你们平常进山打水，可有去那庄子瞧瞧？那山上啊有鬼，您可别上去了。为何说那山上有鬼？那山啊，天一暗就起雾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前些年那山上有谢家的庄子压着，那鬼就不出来害人。可是这2年庄子空了，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。一到晚上，那山上咿咿呀呀的就开始鬼叫。那这水啊，这山泉从那顶上流下来，半山腰靠近山脚那边蓄了个小水坑，我们都是日头最盛的时候上那儿去打水，只要不往那山上走都没事儿。他是不信这世上有鬼的。当年他爹娘去世，他听闻有什么招鬼之术，他还偷偷摸摸试过，可惜什么也没招来，因而这山上恐怕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呢。四方庄按理来说应当早已废弃，这幕后之人费这么大功夫，是想遮掩什么呢？新护卫是府上的副护卫长，
是谢之让一手提拔上来的。江密出城时，一般都有新护卫负责保卫之事。你可是从四方庄出来的？不是，府上只有会长和一些老人是四方庄出来的，像属下这些都是世子从水庄调进来的。那便留个人在村子里，若天黑还不见咱们下山，回府去找世子，其余人随我上山。是，少夫人。云安侯府世子夫人前来巡庄，开门。给世子夫人请安。小老儿姓崔，单名一个关子，曾是这四方庄的五师傅。我身旁这位是我的妻子李氏。崔师傅，李婆婆，我先前翻看账册，瞧着三婶娘每年都会拨些钱财来，怎么诸位穿的都是些破旧衣裳？可是银钱不够。够了，我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，都是侯府宽厚，愿意养着我们这些老骨头。少夫人，您是金贵人，怎的上咱们这犄角旮旯来了？我今日本是来瞧瞧山下的佃农，我听山下的佃农说山上闹鬼，我好奇便想上来瞧瞧，不知崔师傅和李婆婆可见过这鬼？我们在这山上住了许久，从来没见过鬼，应当是山下的村民瞎传的。是吗？